寻梦者，怎么啦？是陈学姐的消息吗？虽然不是，但也很难说完全没有关系。似乎是数据监控室捕捉到了什么新的信息，但突然间让我的通讯器能够开始接收相关的报告，恐怕也只有陈学姐会这么做了吧。倒是很有家长的感觉呢。不过新的信息，难道说……我也不太清楚，过去看看吧。交给我吧。欢迎您来到记忆与时光之匣。接下来，请放松身心。如果要退出您的记忆，只要随时在心中默念“退出”。果然，看来是之前的那段经历再次苏醒了，对吧？可我们明明什么都没做才对吧？不知道，或许影子的规则渗入欧夏的过程本身带来了其他影响，说不定这不是什么松雀的过去，而是影子自身的回忆。看吧，连他都能听出来这很牵强。不过这倒不是重点，相比起来还是避免重蹈覆辙更重要。的确，考虑到之前的误伤，这次接近他们的时候必须要小心些了。不过他们这会儿应该在哪儿？松雀，你真的完全不记得了吗？这么细枝末节的事儿，可真有些难为咱了。不过琥珀街就这么大，想来总能碰上。喝彩？瑟利姆大人，您这是什么意思呀？不然呢？小雀子，你以为我为什么要到这种地方来？和另一个家族商谈生意？来捉拿一个微不足道的骗子？还是陪着一群只能在这种地方作威作福的人过家家？明说了吧，从我收下第一个夏普起，就知道我们眼前没有任何活人可言了。外界的传言没错，影灾肆虐，这里已经无异于鬼域。居民的说辞也没错，这里看似风平浪静，只不过有些出于私利的小动静罢了。因为在同一个地方，原本就存在2个琥珀街。可是，这不就是闹鬼了吗？瑟利姆大人，咱们要不还是赶紧开溜吧？人家不都说，要是死的怨念深重，就会留在死去的地方一直害人。咱怕不是也碰上这档子事儿了吧？要是没有这回事，我也不会待到这种时候了。小雀子，早不闹鬼晚不闹鬼，偏偏在我几乎将琥珀街纳入手中的时候，它才变成了这副样子。你要不再动动小脑袋瓜？是啊，冷静冷静。才想明白了，瑟利姆大人才是鬼。算了，不太聪明的宠物也有它的趣味。你也明明白白的看见了，之前那些人根本就是由影子造就的赝品。至于夏普，小雀子，难道你以为我天生就有支配人心的力量吗？等等，说到底，那也是属于影子的伎俩罢了。只不过……原来如此，嘿嘿嘿嘿。哎呀，没想到咱和瑟利姆大人都这么亲近了呀，这么要紧的事情都愿意告诉咱。嘿嘿，你想多了，因为这根本不要紧。支配人心，
即使没有影子，我一样能做到，只是要多浪费些心力。不如说，能够支配人心，原本就是我愿意容忍你们知晓的表象。走吧，先去看看这里到底怎么回事。要是你运气够好的话，说不准我不愿意容忍的那部分，你也有幸能看到呢。都听您的。假如那位白家人放出的话，确实不只是在吹嘘。咱还认得他们，商店街的几位治安官，他们全都……瑟利姆大人，那边好像还有活人。这些人，咱也有印象。瑟利姆大人，他们好像是被怪物咬伤的。虽说隐灾也会催生野兽般的怪物，但既然那位白家人那样向外界宣称，眼见隐灾作祟，却又不管不顾吗？哼，有失风度。是因为得到了这种程度的力量而神摇一夺，还是根本就没能成功？果然，影子的力量就属这种时候最惹人厌烦。妈妈，不要死！不要死！你这是像什么样子？从今天起，你应该是努特里斯科的主人，诸般事务将暂由我们代管，但你绝不能给外人看这副样子。回房间去。无聊。詹姆·奥罗拉松雀，对付这种小鱼小虾倒是绰绰有余。总归是我的宠物，做了这么多事，也是时候让你们也享乐一番了。瑟利姆大人，您的……哎，知道了，退下吧。我说过了吧，接下来
是主人入场的时间。怎么回事？我应该只用了很小一部分你的力量才……也就是说，那就是你的全部了？就算玻璃也不该这么脆弱吧？算了。好了，你就在这儿等着吧。果然没看错，比起夏普，还是更适合作为宠物呢。不过，就算是宠物，如果在获得了那种力量之后，你仍然能被这么称呼的话，听好了，白吉，既然你给我呈上了这样一出闹剧，恐怕没理由不在暗中窥视吧。我说过了，自由是山巅稀薄的空气，弱者是消受不起的。大多数人根本没什么本事掌控自己，所以他们心甘情愿把权力交给我们这样的人。贵族不就是因此才能成为贵族的吗？但事先说好，可千万别以为我和他们有什么不同。我啊，也是其中自私自利的一个，所以也有些护短的毛病。最好别碰我的财产，明白吗？考虑到他们的性质，那就等于是冒犯我本人，你应该猜得到后果。不过在这之后嘛，一出闹剧里可不适合谈些正经事呢。影子也不可能做到这种事。这里仍然不是真正的琥珀街。不值一提。不错，作为你们献上忠心的交换，没人能够越过我这个主人来处置你们。可是啊，有些时候只有忠心可远远不够。不对，这条街似乎变成了活物。白吉，你究竟……
是你们的力量，又或者你们的工巧，甚至你们的恐惧。这一切都归我所有。还真让整个街道变成了活物吗？还是说，不过是个制造幻象的装置而已？呀哈！给我退下！呀，过来！把这些作为自己的肢体吗？为止。无论你是怎么做到了这种事，可偏偏不应该对我用上这种手段。呀，给我退下！负我狂焰，与我同欢。挣扎吧，哼，嘿，呀，嘿呀，呀，哈，哈，呀，到此为止。似乎没有撕咬猎物的习惯，和那些人身上的伤口。哼，负我狂焰，与我同欢。到此为止。过来，想去哪儿呀？给我退下！还没完呢！到此为止。共舞享乐，处死方休。真可惜呀！既然你胆敢成为活物，那也一样，只能成为我的下仆。恢复正常了吗？也就仅此而已，没留下任何痕迹。能在这种范围里操纵影子，这究竟是怎么做到的？还是说，这原本就是一种前所未见的隐在，和那个白吉并无关系？太好了，太好了！如果树还在这里，那……这声音就在附近，是之前见过的那种伤口。这只狗不错，倘若除恶不尽，那便以身代之。我能想到的手段仅此一种，再会了，陌生人。终有一日，我将身殉一死，偿还今日血债。然而在此之前，是他。咱们之前看到的一切，原来也是琥珀街大恐慌的一部分吗？也就是说，宋雀还有斯利姆，你们压根儿就都在场？这或许吧，不过咱的样子你们也看见了，实在也想不起什么来了呀。这次算是彻底结束了吗？看上去复现的范围就到这里了，又只能过段时间再来试试了吗？下次不然还是先攒信息再说，这样也太没头没尾了吧。虽说也不是完全没有收获啦，这样看来，享乐之术指的是让别人能够享乐，而不是指自己。献上自己拥有的一切为他所用，就能让他替自己承担之后的危险。难怪在字面上看起来和享乐一点关联都没有。毕竟还是先从别人那里掠夺来了某些东西，横征暴敛的贵族手段。而且既然我们都见到过了琥珀街大恐慌的结局，在利托斯特那样做之后，所谓的下仆最后还是……该怎么说呢？虽然咱也拿不准啦，但他们最后倒是都安然无恙。而且
似乎他回去之后也还是支配人心的手段用得更多些。兴许那不算是什么结局，只不过咱错过了而已。会场的准备已经就绪了，家主大人。客人们呢？大家正在候场室，也就是长老议事厅里休息。行，你们先去会场吧，我随后就到。还有一件事，松雀小姐也到了，似乎想见家主大人。让她自己过来吧，记得给她准备一杯你拿手的特制红茶，詹姆。遵命，家主大人。瑟利姆大人，有点慢呢，这才几天就又散漫了。这个嘛，还真有些说不出口。瑟利姆大人的宅子也太气派了些，咱一不留神就迷路了。还有那个候场室，哇，和咱想的还真不一样啊！你不喜欢吗？那可是我的得意之作。你不知道，当那些老头子一个个让出自己珍贵的议事桌，让我在上面摆满收藏品的时候，他们脸上的表情有多精彩。这倒勉强能想象得出来了。不过瑟利姆大人，那天究竟是怎么回事啊？闹鬼闹影灾闹得那么厉害，这么快就能没事吗？而且咱也莫名其妙的就被送出去了，还没弄清楚怎么回事，就来了一帮瑟利姆大人家的女仆，给咱套上衣服，非让咱来参加什么宴会。好啦，一句一句问。琥珀街的事你用不着管，真要说起来，甚至和我也没什么关系。至于宴会的事，你倒算得上是头号功臣，我这是要向你道谢呢。道谢？多亏了你和长老们的串谋，反倒让我有所收获。和长老们并列，这应该不是在夸咱吧？等等，有所收获，不会是指咱？你还真瞧得起自己。行了，走吧，差不多该到开幕的时间了。别会错意，道谢的方式并不是邀请你赴宴，而是让你获得见证这一切的荣幸。啊？见证忘记说了，我特意挑选了这座占地比琥珀街还要大上一些的庄园，而今天赴宴的客人甚至还远远多过那里居民的总数。嚯，还真气派！您不是突然要办什么婚礼了吧？咱说错话了，该打。可话说回来，让咱猜瑟利姆大人的用意，这可实在有些为难呀。那就用不着猜了，走吧。虽说我没什么兴趣打造出一个规模惊人的怪物，那样未免太没品味了。不过，那位神神秘秘的白家人，我的确找到他了。至于他的赔礼嘛，似乎很适合用来做些有趣的事情。